周五的晚餐来顿火锅吧，搭配今天中午自己做的黄米凉糕，甜甜糯糯的。上周就说要复刻了，今天赶紧来做。糯米跟大黄米我提前泡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给它淘洗干净。大黄米不是小米哦，它的颗粒要比小米大很多，口感也是糯的。然后我用的是圆糯米，上一次做粽子就是用的这一种，我感觉它的糯性很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泡好的糯米、大黄米倒入碗里面，加入持平的水量去蒸，就不需要什么比例。大黄米上面放一点南瓜块，它这样的颜色会更好看啊。我的成品它是有点偏软的，里面的水量还可以再减少一点。我是泡了2份糯米的，这一份就单独的上锅蒸成糯米饭来做甜酒酿。用碗也好，这种盆子也行，你都要给它提前清洗干净，再用开水烫一烫，或者是直接放到锅里面去煮一煮，勺子筷子也都是需要的。趁这2锅糯米在蒸的时候，我准备了一点蔓越莓、葡萄干，就是凉糕需要的，口感会更好吃一些。你稍微的给它剪碎，热水冲一冲表面的灰尘，冷水泡一泡，它的口感更软啊，再把水分挤干就可以了。我大概是中火蒸了35到40分钟，你可以看到中间熟透就拿出来哈，现在太烫了不好去弄，所以先给它降一下。先做甜酒酿吧，蒸好的糯米饭我是直接倒入了饮用水，这一瓶我全部哐哐的倒下去了，一定要多有一点这种汤汁，你酿出来的酒汁才会多哈，像这样子拌开就有点颗粒，降温到30多度不烫手，你再倒入这种甜酒曲。我应该是1斤多的糯米倒了1小包8克，混合均匀，刮平整，按压紧实，上面的饭粒也不要放过，刮下去，从中间挖个洞就可以了。你放到温暖的地方等2天，盖上保鲜膜，下周一就来看它了。刚蒸熟的糯米饭怎么可能放过它，反正那边还烫哈，我就留了一小部分，在里面放了一点牛肉酱、酸菜、葱花、白糖，裹起来，这不就是外面的糯米饭吗？挺好吃的，这就是我的中餐了。吃完继续，根据自己的甜度哦，你去加白糖、蜂蜜，给它碾碎，可以碾得很细腻的，就完全融合的。再加一点甜酒酿，模拟一下那种微微发酵的口感，给它拌开，这样就搞定了。加了南瓜的颜色是不是更好看？白糯米饭里面也是一样的，我放了2小勺的这种甜酒酿，白糖、蜂蜜，泡好的蔓越莓跟葡萄干，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我这么拌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可以看到水分是偏软一点的。你们如果要做的话呢，就比我少一点水分就可以了，应该是很完美的。下面铺上黄米的，上面铺上糯米的，给它按压紧实。我手上是抹了一点蜂蜜水的哈，这样它不会粘，用保鲜膜盖住。我有放到冰箱去冷藏了一下午，吃饭的时候我拿出来再切的，这个时候就比较好切，然后口感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。你给它切成小方块，上面点一点糖桂花，今天做的黄米凉糕就搞定了。你们也试一下哈。晚餐就是火锅底料，然后辣椒、花椒、芹菜，他们的就是一些黄瓜啊、西红柿、火腿，再来一点香菇啊、玉米、红枣、油。我用的鸡油、猪油啊、植物油都行，加一点点盐，调一下底味，就是清水火锅，倒入开水。今天晚餐火锅配上黄米凉糕，供大家参考一下。6月的第42个视频就结束了哈，7月份我们要开始放假模式，只更新中餐了。下周一中午见，拜拜。